咁啊呢隻呢都算係我第一隻擁有嘅陀飛輪手錶。咁啊呢隻呢，以中國牌子嚟計呢，賣到要等啊，要排嘅一隻。咁呢一隻呢，亦都係第一次介紹另一個好犀利嘅中國牌子孔雀錶。咁呢一隻呢，亦都發表一下我對中國製錶嘅一啲個人睇法啦。咁啊，今集開始之前呢，如果你仲未訂閱錶科 Watch Catalog 嘅話呢，我暫時仲係一人製作、一人經營嘅一個以廣東話介紹有趣、得意、好玩嘅手錶 channel。如果你中意又想支持我嘅話呢，最緊要梗係訂閱啦，再 like 埋呢條片，再留言一下，做齊晒呢3個動作呢，就係最大嘅支持啦。咁啊，今集嘅內容呢，正式開始啦。試完呢香港鐘錶展之後呢，就收到咗孔雀錶嘅邀請。可以送俾錶科一隻手錶，作為一個介紹同分享啦。我呢度用介紹嚟形容啦，我就唔係好中意話自己係錶評嘅，唔係咩評論。自問呢，真係未夠班去做咩評論。首先再次多謝孔雀錶，等我喺第2代嘅黑洞手錶入邊呢，隨便去揀黑色或者白色。我最後就揀咗黑色嘅，因為黑色呢，我覺得同黑洞嘅關係呢，好似比較有多啲關係。喺冇睇過實物嘅情況下呢，我揀咗黑色嘅。其實孔雀錶廠呢，就1957年喺丹東市成立嘅，完全係中國同埋北韓接壤嘅一個地方，可以睇到北韓嘅呢個城市入邊。離香港都算係一個幾遠嘅一個地方。牌子咧都好中意邀請一啲 YouTuber 咧去參觀佢哋嘅地方，希望之後有呢個機會啦。佢哋詳細嘅歷史呢，我呢度又唔多講啦。反正官網呢已經有大量嘅資料，我諗認識以下呢幾點就夠噶啦。1973年呢，佢哋先至叫做孔雀錶，因為孔雀係中國嘅入邊嘅百鳥之王啦。80年代左右呢，佢哋已經可以年產380幾萬隻嘅錶噶啦。2003年呢，成功研發咗陀飛輪。2012年呢，更加自主研發咗呢個雙陀飛輪添。至今呢，佢哋都可以話自己喺中國入邊做陀飛輪呢 No.1 噶啦，有多項國家嘅專利啦，而且創立至今呢，全部機芯都係自家機芯嘅。2023年呢，更加推出咗第一隻黑洞嘅手錶。第一次成功研發咗呢個中央陀飛輪嘅裝置啊！嗱，其他牌子呢，你話佢哋出中央陀飛輪呢，就好似冇咩故事咁，但係作為黑洞作為一個主題呢，再將呢個陀飛輪放喺中間呢，我覺得孔雀呢一個 idea 呢，其實就好聰明嘅，亦都因為咁呢，令到佢哋贏咗唔少嘅獎項。2025年啊，再推出第2代，更上一層樓，當中有好多升級嘅地方。就算你冇買到第1代呢，就唔使灰心嘅，因為第2代呢，我覺得係更加之精彩嘅。首先呢，兩個最大嘅視覺分別，錶盤同埋兩個指針嘅嗰個紫藍色呢，比上一代嘅嗰個類似石紋呢，我覺得更加符合翻宇宙星河嘅呢個主題。全隻錶啊，大量 titanium 啊，鈦金屬嘅製作，包括錶殼、錶扣，但係你冇諗到連個錶盤同個指針都一樣係 titanium。再以一個好高溫咧燒成為呢個紫藍色。嗱，燒藍鋼咧大家一定都聽過，依家咧真係要改口做燒太紫添啊！因為嗰個紫藍色漸變嘅咧，佢會做到咧每一隻都係唔一樣嘅，每一隻都係獨一無二嘅。再配合埋呢一個指針有一啲白色嘅夜光咧，如果你有留意2019年 NASA 發布人類第一次影到黑洞嘅相片咧，再加以推算咧，嗱，黑洞大概就係呢個形態嘅。所以呢一代咧就更加之全神啦，表現出黑洞兩個大特徵啊，事件視界同埋呢個吸積盤啊，兩個好學術嘅 term 啊，好難讀。有興趣呢，其實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。講咗咁耐呢，其實都係第一個視覺嘅分別。第二個呢，就係全銀色嘅陀飛輪啦。嗱，一代嘅嗰個金色陀飛輪呢，或多或少都俾人一個老土嘅感覺。咁啊，全銀色嘅話呢，就成件事更加之 modern，更加之 contemporary 啦。不過我反而覺得呢，係咪應該考慮全黑色嘅陀飛輪呢？更加有黑洞嘅味道，可能更加之有話題呢。而頭先都有提及過，孔雀咧好聰明咁將呢個陀飛輪放喺中間。嗱，其實咧製作上面咧一啲都唔簡單。翻查翻資料咧，Omega 係第一間研發出呢個中央陀飛輪嘅 Tourbillon嘅，亦都攞咗 patent 嘅。咁不過 patent 過後咧，
其他牌子咧都相繼咁推出啦。而2023年咧，孔雀都叫做追趕咗步伐啦，因為都唔容易克服嘅。因為指針嗰個中軸咧咁多年嚟基本上都係中間嘅，咁你將個陀飛輪個放喺個機芯嘅正中間咧，咁基本上你個佈局咧都要重新去設計過噶啦。亦都因為咁咧，唔係每個牌子都有研發呢樣嘢嘅。如果以中國牌子嚟計咧，暫時都只有孔雀咧同埋香港嘅萬希泉有呢個中央陀飛輪啦。另外咧，二代嘅話咧就比第一代更加之瘦身添，由原本46mm 嘅標徑啦縮減到43.5mm 啦，厚度亦都由12.7減到11.9mm 嘅。加上呢隻標咧本身佢冇一個甩啦，咁所以43.5mm咧，其實你睇落都唔會覺得好大隻嘅。同樣就係同第一代一樣啦，都係一個好似叫做布甸咁啦，你見打側睇好似一個布甸嘅一個藍寶石嘅標面嘅。咁我揀嘅呢個黑色版本呢，就黑色殼啦，黑色嘅膠帶，白色嘅版本又配翻白色嘅膠帶。咁由於頭先都講過冇甩嘅話呢，呢個標帶呢係特製嘅，而且係要上螺絲嘅。嗱，呢方面我覺得係麻煩嘅，我個人覺得主要係因為膠帶呢一直都有呢一個用耐咗呢，佢始終都會破裂嘅呢個麻煩。咁啊，總係你點都要換一次標帶嘅，要特別特製嘅標帶呢，再要用螺絲呢，我自己覺得呢度係扣咗少少分嘅。咁個標底呢，基本上都係成個機芯嘅底部噶啦，佈局上呢，同上代都好接近，不過多咗一個好特別嘅 grill shape 嘅紋啦，係一個人手操作呢個機器慢慢去雕出嚟嘅，係以比較少見嘅8等份扭紋嘅。嗱，雖然呢都你可以話係有機器輔助啦，但一樣都有機會去雕錯咗嘅，一樣有機會出錯嘅。咁呢度大概其實有400幾刀啦，只要有一刀出錯呢，前功盡廢噶啦，重新嚟過啦，嗰個標盤嗰個機芯。咁啱嘅7粒紅寶石呢，亦都好平均咁分佈，有啲似行星咁啦，圍住黑洞咁樣啦。所以個標底上面呢，都或多或少花咗啲心思嘅。咁聽講呢，坊間話呢一隻呢，我哋聽啲朋友講嘅，就話都幾缺貨嘅，因為個產量呢就真係唔係好高，所以呢鋪頭呢都未必一定有貨。反而牌子嗰邊呢透露呢，有興趣入手嘅朋友呢，可以直接去到佢哋官網去購買啦，反而最快可以發貨添。不過預計影片推出之後嘅11月呢，可能就會比較多訂單啦，到時可能又要等一等啦。官網嘅價錢呢，就係美金呢3879蚊嘅，折合港幣大約3萬蚊左右啦。如果以中央陀飛輪嚟計呢，已經係一個好唔錯嘅性價比噶啦。咁啊，至於我點睇中國製錶呢？我咁多年嚟嘅睇法呢，其實都係 Internet 嘅發達呢，令到好多嘢都大洗牌嘅，包括大牌子同 micro brands 咯，以及國產嘅呢啲牌子，其實某程度上都受惠於呢樣嘢嘅，知名度亦都因為 Internet 而大大咁提升咯，一齊去 share 翻成個 market 咁啫。同樣地，製錶嘅技術我諗都係啦，我會話 Internet 係2010年啦，作為一個起步點啦。咁大家有冇發現製錶嘅技術亦都因為咁呢，唔再係啲咩高度嘅機密陀飛輪啊、三紋啊、萬年曆啊，技術上呢，中國嘅製錶呢都已經完全追趕晒噶啦，受惠嘅咁都係我哋錶迷啫、錶友啫。咁因為總會有多咗好多選擇同埋競爭，最緊要梗係多咗選擇啦。嗱，國產錶呢，依家好多時候俾人詬病嘅就係某啲工藝上呢，都仲未去到瑞士嘅級別嘅。咁好多人都講呢樣嘢啦，確實係一個事實嚟嘅。我諗中國嘅錶廠都知道呢個事實嘅，但係我諗以中國人嘅勤奮性啊，嗰種工藝性呢，其實我覺得佢一定做到瑞士嘅級別嘅，一定做到嘅。以中國人嗰種，只係好多牌子呢，暫時佢唔會咁樣做啫。以呢一隻黑洞為例啦，以佢適當嘅工藝，即係適可而止嘅工藝啦，控制個價錢喺3萬蚊左右，受落嘅錶迷就可以更加之講啦。咁個價錢唔會話太貴，但係如果你話佢要提升個工藝，令到呢隻錶5萬蚊甚至乎更高，佢雖然依然都會比瑞士錶平一大截，但係你會覺得錶迷會唔會因為欣賞咁好嘅工藝而肯去俾多2萬蚊買一隻，即係5萬蚊啦，買一隻國產嘅陀飛輪呢？
咁有啲價值觀、有啲觀念，始終都要時間去經歷嘅。中國嘅牌子慢慢走向國際化都係遲早嘅事。就算呢一刻呢，你未有衝動、未有意欲去買呢，但係都不得不去了解，或者需要知道其實國產錶嘅水平呢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嘅，咁誇張嘅。早買早享受，以及一個證明自己有眼光嘅行動呢。10年後可以同人講，10年前我已經睇好中國嘅製錶噶啦。咁呢樣嘢其實都幾好玩嘅，好多時玩錶我哋都係貪呢樣嘢啫。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，分享一下你對國產錶嘅睇法啦，一齊討論一下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